大家好，我是潇洒的人类。今天呢，我又心软了一次，救助了一只脑震荡的红隼。有的地方呢叫它药子、茶隼、红鹰，我们这边呢一直叫它红隼，也就是成语鸠占鹊巢的那个鸠。这只鸟是我今天在路上遇到的。我在等红灯的时候，看到路边几个小朋友在用树枝敲打什么东西。我仔细一看，我的妈呀，是一只传说中的猛禽呀！我就赶紧将摩托车靠边，过去从一堆熊孩子手里把它捡了起来。我问其中一个看起来像是他们领导的那个孩子，怎么回事？从哪里弄来的鸟？这个领导就告诉我是从天上掉下来的。我就纳闷了，你们到底什么体质？怎么什么事情都能遇到？最近呢实在没空，但是又不忍心看着他受罪。我检查了一下，没有外伤，应该是学飞掉下来摔伤了。唉，只好先拿回家。这是我长这么大第二次救助红隼。第一次是小时候，和这次一样，也是摔伤。这种鸟体型不大，和鸽子差不多大小，但是比鸽子灵活得多，飞起来也很漂亮。前些年也有人驯养红隼，只不过这种鸟养起来很麻烦，毕竟在城市里很容易出事儿。这些年国内对野生动物保护的工作抓得比较到位，所以很少有个人饲养猛禽了。当我们捡到鸟的时候，首先判断鸟的种类，再看它们目前是什么状态。假如只是短暂的飞不起来，我们就在旁边守着就好，等它恢复过来让它自己走。如果看到情节严重，就需要救助了。就像我之前救助灰喜鹊那期视频讲过，先分析一下饮食结构，不要见到什么鸟都给塞小米。鸟要是会讲话肯定骂你。这种鸟属于小型猛禽，小鸟以昆虫作为主食，长大以后会吃小鸟呀、青蛙呀、老鼠呀，所以我先给它喂小虫子。看着吃的不错，但是就是不能动，先恢复2天看看吧。然后我需要为它布置休息的地方。这种鸟不能关进笼子里，伤到翅膀就完蛋了，严重的话你得照顾它一辈子。所以我将它还是放在那个纸箱子里，纸箱子我会再垫一层厚厚的纸，这样可以保护它的脚掌。有的人认为站杠会伤它的脚掌，我个人认为问题不大，只要粗一些就行。我会先将它放一晚上，也算是静养一晚上吧。等第2天早上起来，看它能不能飞，如果可以，就开始训练。这只鸟看样子不大，因为它不会大力的咬人，可以说是训练的很好的年龄。它只能较远，它不会像大型猛禽一样可以放猎，别指望它能干其他的，就算能也是极个别。所以没有宠物的性质存在，也不要去强求它。其实放归大自然才是它最好的归宿。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就是喂虫子。喂虫子的时候也要蘸一点水，玩过猛禽的朋友应该知道，这个时候要清火，不能让它脱水，不然很容易挂掉。其实呢，我本来想介绍一下红隼的训练技巧，但是思前想后还是不讲了。我个人比较反对把这种鸟当成宠物来饲养，它可以是工具，但绝不能是宠物。这对他来讲真的是一种悲哀。所以看我视频的朋友们，如果你们也捡到了一些野生的鸟类，请救助以后放归大自然，或者在网上查询一下救助站，请专业的人来帮助他。你们可以看看他的眼神，我不知道你们从他的眼神中可以看到什么，我看到了他在天空中自由翱翔的英姿。它不应该属于我们某个人。如果我的想法偏激了，请多担待。
只是我觉得它不适合饲养。好了，这期视频我心情实在是不太好，因为我没有看到孩子们很心疼他，也没有看到孩子们想帮助他的样子，而是围在一起欺负他，我真的很无语。好了，心情不好就不多说了，我们下周见，拜拜。